肾乃先天之本，可见肾脏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肾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当肾不好时，身体会有3种表现：一、耳朵发黑。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如果出现耳朵发黑的情况，就要警惕肾脏出现问题了。二、浮肿变多。肾脏有代谢水分的作用，如果肾脏受损，身体内水分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水肿的情况，尤其是眼睑和腿部。3、尿液泡沫多。如果发现尿液发黄，并且还有大量的泡沫，这也是肾脏受损的表现之一，要多注意。如果想要肾脏健康，建议大家常做一件事，那就是多喝水。适当喝水能够促进身体排毒，为肾脏减轻负担，有利于养肾护肾。除此之外，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那就是黑枸杞和桑葚。这2种食物都属于黑色食物，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所以经常吃能补肝益肾、延缓衰老，让肾脏越来。相信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南瓜被称为长寿菜，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具有解毒、保护胃黏膜、降血糖、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第一种，对南瓜过敏的人，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经常腹泻、恶心、想吐的情况，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第二种，体质湿热的人，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助长湿热，所以体质湿热、胃热炽盛的人，还有气滞中满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3种，皮肤出现感染的人，因为南瓜属于发物，而且南瓜性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若是上火比较严重，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1种，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也要忍一忍。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嘴了。男性喜欢提肛，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以上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有很多人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等。那脑供血不足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每天做一做，血管通畅，大脑更健康。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先自然站直，2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5指用力张开，手肘弯曲放在胸前，
当左手向前伸直的时候握拳，然后回到胸前，手掌张开，再换右手向前伸直握拳，这样反复的做100下。也可以呢，双手一起向前伸直收回。这个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身体的泵血。注意做的时候，五指要用力的张开和握拳。做完放松一下手部。那这个动作对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作用。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做，每天呢做2到3次。如果你学会了，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叶黄异味大，可能是身体在暗示3件事，一定要留意。第一，如果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尿液很黄，有异味，而且排尿非常的急促，甚至有疼痛的感觉，大家就要小心，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引起的。第二，如果排尿时颜色深、异味重，而且排尿次数会不断的增多，但是排尿量却比较少，那么大家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尿道炎引起的。第三，除了上面的这2种情况外，如果尿黄还可能和肝脏健康有关，因为肝脏是身体的排毒解毒器官，若是肝脏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到排毒，尿液颜色也会出现异常。所以当尿液发黄有异味的时候，大家不要单纯的以为是上火引起的，还可能和上面这3个问题有关，大家最好及时检查，以免耽误病情。好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衰老的到来。如果你不想比别人老得快，下面的这3件事尽量少做。爱操心，很多女性不管什么事情都爱操心，想的比较多，殊不知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得越来越差，皱纹也会慢慢的爬到脸上，自然就老得比较快。所以女性朋友平时尽量少操心，学会释放压力，调节好情绪。总熬夜，熬夜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如果长时间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加速人衰老，皮肤也会暗淡无光。所以不想衰老太快，建议女性朋友睡前尽量不要玩手机，要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过度减肥，在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只要身上有一点赘肉，大家就会选择减肥。如果减肥过度，可能会影响女性雌激素的分泌，对子宫和卵巢健康不利，也会加速身体老化。所以女性朋友要合理减肥。那女性朋友如果不想比别人老得快，上面这3件事就尽量少做吧。除此之外，平时还要规律饮食，经常运动，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样才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哦。都不是突然性的，而在开始衰老时呢，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痕迹。如果发现，最好呀及时的保养。第一个，皮肤失去弹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流失，这时皮肤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变得松弛下垂，没有光泽，这说明你开始衰老了。建议大家可以常做脸部按摩，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将4个手指放在臼齿的位置，然后从里向外的在脸部画圈，3到5圈后，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脸部，直到脸颊微微变红为止。这样按摩脸部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让皮肤变得更紧致，脸色更加红润。第二个，腰腹部赘肉增多。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肚子越来越大，这也是衰老的一种信号。主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导致脂肪堆积，所以大家也要及时调理。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不妨试试一个小动作：平躺在垫子上，双腿并拢伸直，双手叉腰，将双腿膝盖弯曲抬到胸部前面，要尽量的靠近胸部，然后再将双腿放下伸直。注意做的时候腰腹部要收紧，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紧致小腹肌肉，让腰部变得更。人过了40岁后，身体各项机能会下降，人也开始衰老。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若身上这3个地方还很大，说明身体健康，也容易长寿。肺活量大，大家都知道，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肺活量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会慢慢的衰弱。女性40岁以后，如果肺活量依然很大，那就偷着乐吧，说明身体还很健康。耳朵大，
耳朵和肾脏有很大关系，如果耳朵比较大的话，说明肾气比较充足，对身体的排毒有帮助。所以40岁以后的女性，如果耳朵很大，长寿也会青睐你。握力大，通过握力，我们是可以看出骨骼和肌肉情况的。女性到了中年，如果握力还非常大的话，说明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比较强壮，骨密度也很高，这样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很健康。虽然上面这3处越大，身体越健康，但是有一处变大，大家呢就要注意了。这个地方就是肚子。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由于身体新陈代谢逐渐降低，身体会发福，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肚子也越来越大。如果肚子过大，会增加身体内脏的负担，影响排毒，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所以发现肚子越来越大，就要抓紧时间减肥，别忽视掉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